9号，日本防卫省确认，山东舰编队出现在太平洋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并执行起降舰载机活动。山东舰编队此次现身所谓第一岛链外有何看点？与此同时，台军汉光40号演习也在筹备当中，据称要验证所谓交战规则，但岛内舆论却称其是演戏而不是演习。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9号发布通报称，当地时间7月9号上午7时许，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宫古岛东南方约520千米处的太平洋海域确认到了由山东号航空母舰、一艘055型导弹驱逐舰、一艘052D 型导弹驱逐舰和一艘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共计4艘舰艇所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此外，通报还提到，当天确认到了山东舰上有舰载战斗机和舰载直升机的起降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0号，解放军再度派出37架次军机巡航台岛，其中36架次越过所谓中线，经台岛南部及东南空域赴西太平洋，配合山东舰航母执行海空联训。时事评论员张雪峰对深圳卫视表示，山东舰编队这次出岛练进行远洋训练，是中国海军年度训练计划的正常安排，表明了中国航母编队在大洋训练实现了常态化。这样的一个庞大的编队呢，是在一岛链内无法展开它的手脚的，必须要在大洋上去锻炼，在大洋上呢训练它的进攻、训练防御、训练它的大范围的机动，而且呢。航母编队在大洋上可以脱离陆基的保障体系、支援体系，更加有利于锻炼我们指挥员、战斗员的他的独立处置情况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心理素质。据公开资料显示，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日本方面再次于岛链外的太平洋海域确认到山东号航母编队，也是山东舰编队第4次被观测到出岛链进入太平洋。去年4月，山东舰进行了交接入列后首次出岛链远海演训。在岛链外活动20天，日本方面观测记录到舰载战斗机和直升机起降总计达620次。此后，山东号航母编队又在去年9月以及10月底至11月初进行2次出岛链活动，其中10月28号至11月5号的9天内，日本方面观测到了450次舰载战斗机起降和120次舰载直升机起降，共计570次起降活动。深圳卫视注意到，几乎是同一时间，美军放话要在第一岛链重整海军陆战队。据报道，近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在受访时宣称，美军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整美海军陆战队，使之成为第一岛链中的内圈部队，并在其中部署3支滨海作战团，并炒作要以远程火炮、精准打击、无人器具等形式在西太平洋聚焦应对中国的能力。不过，有分析指，山东舰编队在用实际行动宣告，美国所谓第一岛链已经名存实亡。时事评论员张学峰也认为，结合解放军海军其他水面舰艇编队在其他方向穿越第一岛链的情况来看，恰好证明解放军目前已经实现了穿越第一岛链的自由。同时呢，也表明在国际法允许的条件下，解放军想在什么时候穿岛链就在什么时候穿岛链，想在哪里穿岛链就在哪里穿岛链。想派多少艘舰艇穿岛链就派多少艘舰艇穿岛链。那么美国妄图通过第一岛链来封锁围堵中国海军，这种图谋必然会失败。张学峰进一步分析，以西太平洋远洋训练为重要战术基础，如果解放军未来计划对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航母编队将在西太平洋上发挥封锁打击台岛东部及阻隔外部势力对台海的军事干涉2个作用，对岛内台独势力形成强有力的警告和威慑。特别是现在这个台岛东部有一些台军的所谓战力保存基地，那么解放军的航母编队就可以对这些基地进行打击，同时呢封锁台独分子的外逃通道。我们的航母编队实力越来越强，特别是在这个火箭军部队的支援下，可以有效地阻隔外部势力的航母编队进行干涉。此外，台当局也在筹备月底举行的汉光40号军演。9号，台防务部门召开记者会说明演习详情，透露将从实战角度涉及昼夜连续响定及辅助状况，诱导官兵24小时不间断演练。同时，本次军演还将验证首次发布的部队交战规则。台当局防务部门当天还首次发布了部队交战规则协行卡范本，声称是为了提升台军部队各级官兵在战事发生时动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过，有岛内观察指出，这种所谓交战小卡不仅让人看不懂，更反映出台军的僵化。
僵化跟脱离实战太久了，所以这张卡到时候一定会昵称就叫实战化小卡。到最后怎么去贯彻，怎么去实体化？所以他说实战化嘛。对，那我觉得还是有极大的距离。值得注意的是，该交战卡片分为正反两面，正面规定了官兵可攻击、交战及可用武力保护对象等。在背面原则栏中提到的有关平民伤害的相关规定，引发了岛内舆论的质疑，质疑这是否意味着台军可以直接攻击平民。我们军人职责什么？是保护我们老百姓啊！你在搞什么东西啊？你要弄到最后让老百姓当人肉盾牌。本年度台军汉光40号演习将于7月22号展开，为期5天4夜。据悉，这次演习将采本岛实兵不实弹、外岛实兵实弹的模式，进行无剧本实战化的演练。不过，岛内舆论普遍认为，所谓汉光演习实际上根本不是演习，而是演戏，是民进党当局演给民众看的，并不具备实战意义。近年来，台湾兵员严重缺乏，武器装备大多是老旧的二手货。台军官兵不想打仗，不知道为谁而战，因此汉光演习多次发生事故。所谓的演习不过是民进党当局的政治秀。此前，国防部曾对汉光演习作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每年都上演所谓汉光演习的戏码，但演来演去都是做戏，都改变不了台独必亡的结局。一段时间以来，岛内舆论高度关注解放军第3艘航母福建舰的相关消息，加快海事进程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有何震慑作用？为什么说震慑台独分裂势力，大陆有的是手段？美国大选年，拜登选情告急，是否还有余力再打台湾牌？来看最新一期《台海风云录》。今天对话台湾地区前民代、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郭正亮。解放军山东舰航母编队9号进入台湾东南部太平洋海域，台防务部门紧盯。实际上，解放军航母的一举一动都是岛内舆论焦点。就在上周，解放军海军在浙江以东海域执行为期3天的军事任务，就有台湾媒体猜测，解放军第3艘航母福建舰开展了第3次海试，距离首次海试不到2个月，而此次演习区域最南端距离台湾不到100海里，对台警示意味浓厚。航母的话是针对美国啦，因为真的台海作战用不上航母啊，它是威慑外面的。那我觉得它的节奏加快，当然第一个是因为海事很顺利嘛，因为福建号各种攻击系统啊、雷达系统基本上就是中国现有的技术最高的品质啦。那当然也包括电子弹射啊。那福建号确定海事成功之后，它就要开始复制。那未来它的航母的速度就会加快。在郭正亮看来，大陆即将进入3航母时代，解放军在海军的战略上的部署和作战模式发生改变，让美国等外部势力介入台海更加困难。至于震慑台独分裂势力，郭正亮认为大陆的手段还有很多，比如上月底重磅发布的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意见，22条定罪量刑的新规极其有针对性。赖清德到黄埔军校100周年演讲之后好像隔2天就出来了嘛，就他再次讲那个两国互不隶属。我认为这个早就写好了啦，只是在选时间公布啦。这种大部头的东西不可能是临时起意的啦，而且出来的阵仗，这个就是依法治国的一个明确化嘛。就是说以后我针对台独顽固分子，我就要依法来治嘛，那你在台湾我抓不到你，我就缺席审判嘛。那我审判完之后，就依罪行发布全球通缉嘛。郭正亮表示，福建海警上周查扣一艘涉嫌非法捕捞的台湾渔船，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即用国内相关法律来对台湾地区进行管理，用实际行动落实对台湾的管辖权。那这个精神也落实在这次的澎湖渔船被抓，就是违反刑法的非法捕捞罪嘛，这是同一个逻辑啊！你不要以为这是2件事。所以这次我估计应该会第一次成为刑事判例，因为过去大陆这个非法捕捞罪2003年就开始了，2003到2024 21年，台湾只有17艘船被扣，都在2天之内就放走了，表示大陆以前真的就是宽待台湾嘛，就没有真的用这个罪嘛。可是现在他就是不让了啦，一切就法啦。
郭正亮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大陆祭出法律手段的根本原因，就是赖清德上台之后的猖狂台独自白，以及民进党当局1个多月以来种种无视民生福祉、破坏两岸交流的行为，包括将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游提升为橙色警戒。对大陆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个就是政治嘛，对我完全没有影响啊，因为我对大陆有相当的了解啊。那常常要来往大陆的台商啊、学生啊。他怎么会在乎呢？比如说我6月25号我去深圳，我去跟回来飞机都是爆满的，都是300人的飞机哦，没有人在乎橙色警戒啊，因为大陆本来就没有这种问题嘛。赖清德也讲了一些根本没有人相信的话嘛，他说惩毒22条波及90%的台湾的人口嘛，所以你们最好不要去。可是大部分去大陆的人并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他那个话就是不攻自破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8号履新，由美国前驻日副大使古立言接任孙小雅。外界注意到，孙小雅在其任上最后一次记者会上仍渲染炒作台海局势。古立言到任后也表态称，美国将持续大力支持台湾自我防御能力。但郭正亮认为，美国今年正值大选年，美国总统拜登选情不乐观，其政府既无心也无力应对台海局势。事实上，你看到他对菲律宾的处置，你就知道了。你如果对菲律宾都不能处理了，你还能处理台湾啊？台湾跟大陆的冲突，那远远超过跟菲律宾冲突的规模。菲律宾上次军方派突击队要去仁爱礁，那中国大陆用海警船就把你缴械了。那原因当然就是背后有7艘军舰，所以当中国大陆不示弱、兵来将挡的时候，美国军舰就开溜了。菲律宾后来就把它定位为非武装冲突，你就知道他认怂了嘛。那菲律宾就知道不能这样干下去了啊！美国不愿意介入，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些角度去分析，我并不认为美国会想要在最后这半年在台湾议题上挑事了。由于拜登在前不久的首场电视辩论中表现不佳，美国民主党内部换人参选的声音越来越大。美国政治新闻网9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如果由副总统哈里斯代表民主党出战，他的支持率首次超过特朗普，达到42%，后者为41%。不过，郭正亮直言，距离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间太近，换登已经不现实。贺锦丽就他只当过加州的检察官嘛，他比较熟悉的可能是这个少数族裔的问题啦，可是他对经济问题、对外交问题，真的是非常不通啦啊！而且拜登曾经派他去中美洲嘛，要处理移民的问题嘛，他就处理得非常糟糕啊。他也曾经派他到越南嘛，那就发现他对越南的事情根本一窍不通啊，就他对国际事务非常的不熟。那你如果再去看州长，民主党有3个州长都有可能选，可是3个人的民调都没有超过20%，所以你敢这样赌吗？那你把他换掉又不会赢，那你是要干嘛？反观特朗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他享有一定程度豁免权，令其在大选投票日之前扫清司法障碍，助长了特朗普的胜选概率。有舆论担忧，特朗普一旦重返白宫，恐怕会成为台海局势中的灰犀牛。但在郭正亮看来，特朗普的眼中，冲突不是目的，达成交易才是目的。因为我是教冲突谈判的，那我用特朗普的小书当课本，叫交易的艺术。那他的习惯就是先把冲突拉高，叫狮子开大口啊。可是他的目的不是真的冲突，他是要交易。你看他任内4年都没有发生过战争，因为他认为战争不是好的交易模式，因为他认为会失控，那到最后你不会真正达成你要的目标，所以他是不喜欢战争的人，那可是他会拉高，把筹码拉高。郭正亮指出，如果特朗普当选，对于赖清德来说才是压力的开始，因为按照特朗普的一贯做法，他会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并增加对美国军火的购买量。可是总的讲，我认为对中国大陆是相对有利的。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不喜欢搞多边联盟嘛，所以拜登好不容易布局的什么亚太的准小北约啦，这肯定是没有了啦。AUKUS 不断要扩大，要把日本拉进来，特朗普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欧洲各国坦白讲也是右翼在崛起嘛，那也是以本国利益为主，
那就中国大陆就比较有空间去各个击破，发展各种双边关系啊。有关美国总统拜登健康问题的争议持续发酵。针对有帕金森专家八顾白宫，白宫则公开了详细的医疗记录，应对质疑。拜登也向国会民主党人致信，表达坚持竞选的决心。这封信发出后不久，拜登接受了美媒采访，信誓旦旦地说：“我哪儿也不去。”真假帕金森风云正在美国政坛上演，知名帕金森专家被曝八顾白宫，再度激起外界对拜登健康状况的担忧。连续多天，白宫记者会上挤满了媒体记者。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数次否认外界对拜登患有帕金森症的传闻。He has seen them 3 times. That is what I'm sharing with you, right? So every time he has a physical, he has had to see a neurologist. 白宫总统医生奥康纳发布的声明显示，这3次体检都没有发现拜登患有帕金森症，并写道，拜登2月的体检报告显示没有发现与中风、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病等相关问题，结果令人放心。英国《卫报》则指，奥康纳的信件可能不足以平息外界对拜登健康状况的担忧。奥康纳被认为和拜登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与拜登家人有紧密的往来。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奥康纳在2017年曾为拜登的兄弟吉姆·拜登介绍工作，而拜登的嫂子萨拉·拜登也将奥康纳描述为一位向家人提供医疗建议的朋友。报道还透露，拜登的工作人员准备了字号很大的备忘录和照片，以防万一，还为拜登规划了详细的行动路线，以防发生不测。有医生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拜登有必要去接受公开检查，以平息外界担忧。The testing shouldn't be thought of as something that would embarrass or malign, but rather maybe provide some answers to what is driving some of the signs and symptoms we've seen with President Biden. 而美国民众全员化身列文虎克，用显微镜观察拜登的每一次公开露面。有媒体注意到，在此前与特朗普的那场糟糕的辩论中，拜登的左手一直握着一支笔，而此前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专访时，拜登也握着一支笔。Could holding a pen be a way to calm tremors if you have tremors? Yes, if you have a resting tremor. 8号，美国微软全国广播网早安乔节目更是直接向拜登发问，但拜登并没有直面问题。Have you been tested for any age-related illnesses, pre-Parkinson's, or anything like that that might explain sort of having a night like that where you couldn't finish sentences? I've been tested everywhere I go, going out and making the case. The night of that debate, I went out. I was out till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 very night, it drives me nuts, people talking about this. 在接受这次采访前，拜登还向国会山的民主党人写了一封长达2页纸的信件，坚称是时候停止这场有关自己健康状况的争论了。他还说，对于党内精英们非常失望。9号，国会山的民众党人召开了一系列闭门会议，讨论拜登是否有能力击败特朗普，但并未达成共识。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7名民主党议员公开对拜登表示担忧。9号上午，国会民主党议员们再次聚在一起讨论是否支持拜登继续参选。由于会议内容极其敏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议员们被要求将手机放在会议室外，以防消息泄露。会议结束后，议员们被媒体记者团团围住，追问会议细节，但很多人都不愿松口。No comment. I'm going to give you my first no comment in my career. No comment. No moment to talk about. No, I'm late.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about whether the president should stay on the ticket? Thank you for asking. I'm late and I'm in trouble. 不过，可能让拜登团队松一口气的是，他获得了民主党大佬的支持。华盛顿邮报称，截至目前，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哈基姆·杰弗里斯一直支持拜登。在9号的闭门午餐会后，舒默更是强调，他和拜登是一边的。Are you confident that President Biden has what it takes to win in November and serve the next 4 years? As I've said before, I'm with Joe. Yes. 美媒分析，虽然拜登的身体状况引发外界担忧，但民主党内确实没有更好的替换对象了。而且拜登任内在立法、降低处方药价格等方面都有不错的政绩，加上他已经赢得了民主党初选，现在要求拜登退选，在程序上有失公平。也有人认为，如果党内高层要求拜登退选，只会让民主党更乱，并转移人们对特朗普的注意力。If you really want someone out at this point in the game, you got to kick them out. And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do that. 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嘛。其实即使想换，也没有人愿意现在上来。拜登自己不愿意，所以现在上来都是得罪人的事情，对吧？另外的话，
现在就是说11月这个选举，拜登不是一定能赢，所以说其他人呢，其实也不愿意来接这个烫手山芋，或者说叫做这个背锅侠吧。事实上，拜登这2天正在华盛顿接待北约领导人。不少媒体认为这是检验拜登身体状况的最好时机。拜登的表现也还算合格。美媒称他在庆祝北约75周年的演讲中，虽然照着提词器讲话，但至少没有出现6月27号辩论中让支持者痛心的言语失误。这种媒体的这种传播会对他的选举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呢，这个选举还有4个月嘛，所以呢，他可能后续呀。他会通过他，比如说演讲的表现呢，向美国人民展示，你看我身体倍儿棒，是吧？没有问题。他如果其实做到这一点，对他造成的选举的负面影响就会最小化。其实拜登如果选上了，不是因为他身体好，他没选上，不是因为他身体差，身体只是其中一个因素。知名智库亚欧集团的总裁伊恩·布兰默却透露，美国的盟友们也很担心拜登能不能再撑4年。They don't think he can serve another 4 years, and I will say that is true of every leader that I have met with that's attending the NATO summit. Doesn't matter if they come from the right or the left wing of their respective political spectrums, and they are. This isn't news to them. They've reported this from the G7 summit. They talked about this when they met with the president in Normandy. It's not that they don't like him. In fact, they're deeply concerned. NATO allies, more than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very concerned about what it would mean if Trump were to become president. 分析认为，拜登需要在峰会期间安抚盟友，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击败特朗普，并且能继续支持乌克兰。特朗普方面在拜登退选风波期间表现低调，超过11天没有露面。不过，当地时间9号，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多拉尔竞选集会上再次嘲讽了拜登的辩论表现，并向他再下战书，称自己要求本周再与拜登举行一场辩论，且没有主持人。Tonight, I'm officially offering Joe the chance to redeem himself in front of the entire world. Let's do another debate this week so that Sleepy Joe Biden can prove to everyone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he has what it takes to be president. But this time it will be man to man, no moderators, no holds barred. Just name the place, anytime, anywhere. 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上显得强硬，但民主党内似乎有更多人认为他应该退出美国总统选举。您觉得他还能继续参选吗？主持人好。美国大选飞出的黑天鹅，就是在距离大选还有4个月的时候，拜登是否参选、能不能参选成了大问题。拜登的年龄、健康和脑袋瓜是否清醒，早就成为选举话题。但是直到和特朗普举行电视辩论以后，这个纸窗户被捅破了。如果说拜登和特朗普的电视辩论把拜登是否适合参选置于美国选民的视野下，那么正在举行的北约峰会则把拜登是否参选置于全球的严格审查中。拜登周二在北约峰会的讲话的确是够强硬，说话声音也不算差，强力承诺援乌抗俄，在西方大舞台上向盟友们表明他仍然能够领导美国和北约。但是他离开提词器似乎就不会说话了。所以法国媒体说，拜登力挺乌克兰，力挺北约，更力挺自己。也许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体面。反对他参选的政坛人物和资金捐助者在峰会期间减少了火力攻击，但是这次北约峰会恰恰被视为是拜登的政治生命是活是死的最后一幕。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北约峰会期间，好几个欧洲高级官员，包括外长和防长级别的官员，在加紧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顾问接触，希望得到特朗普对乌克兰战争、对北约前进的真实想法。近20位采访过拜登的美国记者大多认为，总统在快速的变老，身体明显是越来越僵硬。最近采访过拜登的 ABC 新闻主播坦率地说：“我认为他没能力再干4年。”《纽约时报》再次发表社论，要求民主党必须对总统说出真相。拜登坚持参选将使美国面临重大风险。民主党不能因为宗众而沉默，要说服拜登接受更年轻、更富活力的新的领导层。在美国民主党纠结拜登是否退选之际，共和党则抛出了特朗普的竞选纲领，详细罗列了特朗普要使胜选后的优先事项。那您怎么看？您怎么看待他的对华政策呢？共和党抛出的特朗普竞选纲领详细地提出了20项优先事项，
包括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出境行动，结束通货膨胀，停止外包，把美国变成超级制造大国，保护工人，避免了不公平外国竞争，防止第3次世界大战，恢复欧洲和中东的和平等等。可以看出呢，特朗普变了，不再像第一个任期那样任性，那样心随我动。我估计啊，这个竞选纲领在美国选民中呢，还是有相当的煽动力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呢，就是美国优先，让美国人呢再做起美国梦，有比较明显的排外倾向。特朗普的优先事项中包括对华政策，但是呢不够系统，一字未提台湾。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中强调的是贸易问题，提出呢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从中国进口必需品，并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在汽车制造方面，特朗普将阻止从中国进口汽车，从而呢来重振美国汽车制造业，要把制造业搬回美国，已经尝试了近10年，制造业呢是发生了一定的转移，但是并没有回到美国，所以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只能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负担。当然呢，中国的产业界还是要做好准备，这一折腾呢，对中国也会带来很多麻烦，影响中国企业的产能。当地时间7月9号，北约峰会在美国华盛顿开幕，援乌成为重点事项。拜登宣布提供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北约还将成立总部设在欧洲的支持乌克兰司令部，由1名3星级上将进行领导。这些动作释放出什么信号？但美国媒体质疑，拜登此举实际上是给大选作秀，好让乌克兰能在美国大选投票前保持自卫能力。来看报道。北约峰会当地时间9号在华盛顿开幕，今年是北约成立75周年。本届峰会也是北约最新扩员及瑞典、芬兰加入后的首次峰会，会期持续3天。除各成员国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乌克兰也或要出席。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决定不参加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而是派出由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率领的代表团参会，这被舆论解读为北约吸引力下降的表现。在峰会一开始，美国总统拜登就宣布重磅消息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partners intend to provide Ukraine with dozens of additional tactical air defense system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ke sure that when we export critical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Ukraine goes to the front of the line. 据悉，美方将与北约盟友德国、罗马尼亚、荷兰等向乌克兰提供4套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以及意大利的1套 SAMPT 反导系统。后者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生产，可以跟踪最多100个目标，并同时与10个目标交战，具有部署程序简便等特点。美方还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再向乌克兰提供数十套中近程防空系统。白宫发布的文件透露，相关交付计划由美国统筹，将总计提供数百枚拦截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宣布了一条重磅消息。And just today, the NSPA signed new multinational contracts for Stinger missiles worth almost $700 million. 据悉，这7亿美元的毒刺导弹生产合约将授予北约成员国，由他们制造这些武器并交付给乌军。毒刺导弹在俄乌冲突初期就被送往战场，是一种便携式地对空防空系统。外界注意到，由于拜登在6月就已经透露相关计划，因此外界预判，在北约的武器交付之前，成为俄军空袭乌克兰的窗口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透露，北约会在未来数天宣布在德国设立一个由3星将领领导的支持乌克兰司令部，主要负责培训乌军，同时还将派驻1名高级代表到乌克兰首都基辅。美联社报道，乌克兰还将在华盛顿开设一间武器办公室，强化与美国的国防工业联系。And we're committed to stand with them for the long term so that Ukraine has an effective defense and deterrent capability against any future aggression it may face down the road. 泽连斯基这次也赴华盛顿参会，他9号抵达后，首先前往华盛顿特区一处纪念馆前献花，悼念在前苏联时代乌克兰大饥荒中失去性命的数百万乌克兰人。泽连斯基还获邀在北约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实际上，他在赴美之前就向北约喊话称，不要等到冬天才来帮助我们。
外界认为，这明显是对北约去年以来深陷援乌疲劳症表达不满。北约峰会包括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系统，都是希望呢俄乌冲突能够进一步的延续，能够保证乌克兰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从援乌的后劲来说，是希望现在由完全美国主导，而过渡到北约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但是呢，是不是能够迅速的落实？北约在内部在协调的过程当中，仍然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要进行协调。这场在美国举行的北约峰会也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对于拜登宣称的今天的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口号，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主流舆论普遍质疑，如何彰显北约的强大和团结是个巨大的问号。华盛顿邮报认为，虽然北约隆重庆祝成立75周年，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笼罩着它的未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近来欧洲多国选举以及正处于竞争最激烈时刻的美国大选，为这次峰会前景增添了许多变数。法国记者更是在报道中直言，本次峰会毫无新意。En somme, rien de vraiment nouveau pour ce sommet qui ne suscite pas beaucoup d'enthousiasme auprès des principaux dirigeants. 关于乌克兰要求加入北约一事，美联社在报道指出，仍遥不可及。拜登承诺的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是这次北约峰会送给泽连斯基最大的礼物。实际上，就在这次峰会召开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爆料称，美国是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另一个北约内部的主要反对者是德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曾对美国媒体强调，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取得胜利是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先决条件。北约是不愿意与俄罗斯陷入正面冲突，北约一直在极力避免与俄罗斯正面相撞，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外界还关注到，本届北约峰会氛围十分微妙。作为北约联盟中的大国，英国和法国刚刚经历了大选，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面临着悬浮议会的窘境。另一欧洲大国德国，其执政联盟也因为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惨败而实力下降。更令人尴尬的是，作为本次峰会的东道主，拜登希望营造一种自信的氛围，然而他本人却因为在首场电视辩论中表现糟糕，而正处于一场舆论风暴的中心，面临民主党内要求换人参选美国总统的巨大压力。《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拜登在这3天表现出色，将有助于巩固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因为在对北约的态度上，他和特朗普的差异明显。特朗普曾宣称北约过时，威胁要退出北约，因此拜登表现出对北约的支持，有助于巩固一部分选民对他的支持。实际上，特朗普虽然没有资格参加这次北约峰会，但他也没有放弃施加场外影响力。一些欧洲高官也多方联络与其接触。据路透社报道，数名欧洲高级官员到华盛顿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特朗普的一名高级外交政策顾问、退役中将凯洛格会面，为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做准备。如果美国出现变化之后，对北约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是深远的，甚至呢，此前所谓的脑死亡等一系列的说法又会重归舆论场，对北约未来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后续影响。所以现在的观察美国政治的同时，北约国家在做一些相应的调整，避免美国国内政治的这种震荡波会延续到北约以及欧洲安全。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需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此外，两国间签署了9项合作文件，主要涉及双边经济合作。对此，西方舆论高度关注。彭博社指出，俄印的走近无疑给试图孤立俄罗斯的美国带来了更大的挑战。9号，俄印两国领导人举行了正式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谈中表示，俄印在经贸等领域开展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俄印在国际舞台，包括在联合国、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也开展合作。普京感谢莫迪对最尖锐问题的关注，包括努力寻求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途径。印度总理莫迪则表示，俄印双边合作取得成果，前景广阔。印度赞成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并愿意在这一问题上提供协助。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强调需要通过对话才能和平解决冲突。另据《印度时报》报道，莫迪向普京提到了俄罗斯招募的参与俄乌冲突的印度籍士兵。经莫迪请求后，普京同意俄军中所有印度籍士兵离开，并为他们返回印度提供便利。报道称，这是莫迪外交的胜利。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时机呢，他的表态上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啊。这个至少呢，这个在第1年的时候，给很多人的感觉哈，印度实际上有点赌俄罗斯会输的感觉啊。但是呢，发展到今年呢，看上去印度呢的立场呢，又好像在赌这个俄罗斯可能会赢。为什么印度会采取这个比较变化的这种姿态呢？我想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需要给俄罗斯和同时也需要给美国呢制造一定意义上的焦虑啊，这样就造成了俄罗斯和美国呢都在大力的这个拉拢印度。这实际上给印度这个在对俄罗斯的外交、对美国的外交上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杠杆。莫迪此访让乌克兰方面大为光火，乌总统泽连斯基连续2天猛批莫迪，称其莫斯科之行是对乌克兰和平努力的毁灭性打击。泽连斯基称，在乌克兰遭俄方袭击的时间点上，看到莫迪访问莫斯科，让他感到非常失望。7月8号、10号，生态环境部接连发布2份南海生态报告，对比了黄岩岛与菲律宾非法坐滩的仁爱礁海域生态环境现状。黄岩岛生态好，而仁爱礁生态差。同样位于南海的2处岛礁生态健康状况大相径庭，也受到参加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记者们的注意。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面对 BBC 提出的菲律宾否认其军舰损害仁爱礁珊瑚礁的指控，发言人林健强调，报告基于客观事实和科学调查。我注意到8号发布的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破坏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调查报告，详尽地记录了从生态多样性的破坏到重金属污染的长期风险。报告清楚地显示了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的行为如何严重破坏了珊瑚礁的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此外，我注意到今天上午中方还发布了黄岩岛海域生态环境状况的调查评估报告，则展示了一个相对健康的珊瑚礁生态系统。这2份报告清晰表明，中方高度重视南海生态环境。客观的调研同样证实，在南海生态保护上，谁是保护者，谁是破坏者。在7月1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南沙群岛珊瑚礁系统和岛礁周边的海洋环境。中方发布的报告清楚表明，导致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主要因素是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及其相关联的活动。这是基于客观事实和科学调查得出的结论。中方要求菲方撤走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避免持续破坏仁爱礁生态环境。深圳卫视注意到，7月8号和10号，生态环境部连续发布仁爱礁海域和黄岩岛海域的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报告。报告表示，2024年较2011年，仁爱礁浅滩的礁盘造礁石珊瑚覆盖面积总体减少了约38.2%。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周边半径400米范围内礁盘的造礁石珊瑚覆盖面积减少了约87.3%。菲方破旧军舰锈蚀破损导致的重金属析出及菲方人员倾倒生活垃圾与污水，对珊瑚的健康生长造成的长期性危害十分惊人。央视总台南海之声推出的中英双语纪录短片《仁爱礁南沙之泪》也拍摄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仁爱礁本该是个很美的地方，只有消除坐滩军舰这个污染源，周边被破坏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才能得到恢复。它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说，菲律宾的破旧的军舰在仁爱礁坐滩了25年，对仁爱礁及其周边的海洋的生态环境，特别是珊瑚礁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而黄岩岛在我国的控制和管理下，包括珊瑚礁的生态环境都是比较好的。这2份报告的背景是，菲律宾最近一直不停的在黄岩岛，还有包括在仁爱礁等这些海域制造各种事端。
与仁爱礁水下生态遭受菲方长期严重破坏不同，黄岩岛海域则长期受到中方多部门的保护。根据今年5月和6月对这片海域全面体检式的调查，评估得出黄岩岛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可以媲美世界著名的珊瑚礁大堡礁。以最能反映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活珊瑚覆盖度来看，黄岩岛活珊瑚平均覆盖度为28.6%，较2015年有明显增长。调查记录到礁栖鱼类23科125种，这表示黄岩岛海域整体是一个生机勃勃、健康发育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生态环境部还发布了黄岩岛蓝海宝石的记录短片，罕见披露了黄岩岛海域水下生态系统的状况。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条记录短片还特意提到这样一段科学检测内容。调查发现，黄岩岛海域环境质量状况为优，黄岩岛海域的海水水质为1类，符合我国南海珊瑚生长的水质要求。全部点位皆未检出氰化物。实际上，相关检测，尤其是氰化物检测，针对的是菲律宾方面长期抹黑称中国渔民使用氰化物捕鱼的炒作。今年2月，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宣称，他们最近发现相关海域的环礁湖严重受损，并指控称可能是中国和越南渔民使用氰化物捕捞所造成的，还宣称造成了超过10亿菲律宾比索的损失。中方这次披露黄岩岛水下实际状况及检测数据，有力驳斥了菲方的抹黑。他们在以前的这个南海仲裁案里边，就指控我国破坏南海的有关的生态环境，其实是污蔑我国。这2份报告，特别是针对这个仁爱礁的这个生态环境的调查，明显的显示了菲律宾才是破坏海洋生态，特别是破坏这个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氰化物捕鱼是上世纪60年代由菲律宾渔民所发明的，目的是向美欧和日本的水族馆提供热带观赏鱼。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引述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以及联合国的统计，美国每年进口的1250万条热带鱼中，有70%到90%是利用氰化物非法捕获的。氰化物对人类有剧毒，但菲律宾渔民发现，使用喷壶将其喷洒在海水中，可以麻痹鱼类，使其动弹不得，从而方便捕捞。法新社报道指出，这种捕捞方法将损害鱼类的行动和呼吸能力，还将毒死珊瑚，造成珊瑚礁连片死亡。据测算，每以氰化物捕捞1条热带鱼，就会导致约1平方米面积的珊瑚礁死亡。据一项1997年的科学研究成果表明，截至当年，菲律宾渔民已经投放了累计超过100万公斤的氰化钠，造成规模骇人的珊瑚礁被毁。此外，根据菲方一个环保组织的统计，进入21世纪后，该国渔民使用氰化物非法捕鱼的现象仍十分猖獗。据调查估计，2010年前后，仅南沙群岛就有超过26万宗用氰化物捕鱼事件。2023年6月，马尼拉公报报道的一项研究指出，菲律宾氰化物捕鱼虽然不像以前那么普遍，但仍在进行。教徒报发表社论称，莫迪在美国举行北约峰会时访俄，释放出了一个地缘政治信号。莫迪上月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又派员参加了瑞士的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现在他试图做平衡，表明印度对于传统俄印关系的坚守。报道称，印度前外密坎瓦尔西巴尔表示，莫迪访俄表明印度不会参与西方的制裁游戏，俄印关系是独立的，欧美不能处理好他们的对俄关系，不是印度的问题。更令美西方恼火的是，俄印领导人在正式会晤后还签署了关于2030年前俄印经济合作战略方向发展的联合声明，确立了在2030年前将俄印贸易额提升至1000亿美元的目标，还签署了多项双边文件。俄副总理诺瓦克告诉记者，
石油供应达成长期协议是俄罗斯和印度双方目前正在重点推进的事项。他形容两国对此都很感兴趣。在过去2年中，俄印两国的贸易额几乎增长了2倍，其中的大宗来自印度大量进口的俄罗斯石油、化肥和煤炭。印度也计划增加对俄罗斯的出口。据印度媒体报道，该国购买的俄罗斯原油一度暴涨20倍，原因是在被美西方制裁后，俄罗斯原油价格比国际市场低很多。外界认为，俄印关系回暖与两国贸易势头良好有关。今年前4个月，俄印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31亿美元，比2023年同期增长了10%。双方还讨论了在国防领域发展联合生产的问题。据统计，印度60%的军事装备来自俄罗斯。受美国印太战略拉拢以及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供应商交付能力降低等影响，近年来印度向美国及北约国家购买的军备增长也十分迅猛。尤其令美国十分生气的是，普京和莫迪还同意通过使用本国货币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双边结算体系。双方商定继续就两国金融信息交换系统的连接进行磋商，这意味着印度将继续绕过美国主导的 SWIFT 系统，与俄罗斯展开大规模贸易。购买石油之后，导致双边的贸易量增加之后，又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俄罗斯现在手上大量的掌握了印度的这个卢比啊。但是印度的卢比呢，对俄罗斯而言，这个在国际市场上它其实不好花出去啊，所以它还是得回到这个印度去购买它所需要的东西，这样就只能是通过印度和俄罗斯之间扩大贸易啊，扩大可以这个购买的这个商品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各方面的这个贸易往来的这种方式呢，把这个手上囤积的这个卢比给发出去。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印度过去2年多购买俄罗斯原油大发意外之财，但美国基本上忍气吞声。虽然对印度进行了一些批评，但仍保持克制，因为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得罪不起。然而，在美西方持续孤立俄罗斯的态势下，莫迪此访是对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极大认可。双方加强能源、科技等合作，也将提高印度对美外交的议价权。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印度可能意识到美国不太可能因为印度继续与俄罗斯保持关系而惩罚它。该报也认为，对美国来说，试图孤立俄罗斯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是一颗苦涩的药丸。莫迪此时对莫斯科的访问让美国及其盟国感到恼火。莫迪访问莫斯科呢，对美国和盟友来说肯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因为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实际上对这个莫迪政府的这个拉拢的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显然这次这个莫迪对俄罗斯的访问，一定意义上说，在美国看来，实际上是他这些年外交的一个失败。